你从侧边看，它已经那个东西鼓成那样子，包不住它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原来可以这么大！我到现在闭上眼睛还想到那个画面。你知道那个在舞台上啊，连脱衣服都必须慢，脱衣服也是一个表演。我来咯，我知道那个要在两乳连线，你只要披着这一条带子，他们国家的人都会知道哦，你是贵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传播帝。今天的来宾是一个我老朋友，然后他代表台湾参加世界先生的比赛，欢迎小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草，好久不见。有很久吗？我们不是每个礼拜几乎都对了，我说跟观众好久不见，是不是？对，大家好久不见，好久没来你的节目，一年了，就是上次去你家翻箱倒柜。哦，对，上次去我家拍。对，他家很精彩。哇，这一年我做了很多事情。对，就是在准备这个世界先生的选美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备赛，然后中间我还去骑马。小草是骑警，新北市的骑警。对，这个就是骑马的警察。对，这个中间突然考了一个骑警队，但是我还是原本的教官的职务了。只是现在就是多了一个勤务，就是偶尔要去骑个马巡逻。所以你们是在哪里巡逻啊？哦，主要是板桥区，因为我们是挂新北市政府。所以去哪里可以看到？比如说新北市政府前面可以看到骑马警察。对，那个车站那一圈啊，真的可以看到我们。啊，固定几点会在那边绕一圈？早上是9点到11点，下午是3点到5点。哇，好酷哦！对，骑马会不会很难啊？我们每个人要出来都要训练120个小时。那你们的训练有骑着马跑步吗？有要跑起来，可是训练要，但是出来不用了，出来就是好好的帅帅的走。你们就是慢慢走，对吧？在里面我们甚至要练到跳障碍。跳障碍？对。你说骑马跨栏呢？而且那个栏大概是200公尺高，因为马的跳跃力很强。对。哇，那不是很嗨吗？你已经骑着马，他还跳那么高，很可怕哎。可以拍一些人家骑车大众机是追焦照嘛，我们就是骑马的那个追焦照。这个很酷哎，很帅啊，我自己都觉得超帅。跳起来那一瞬间，你不会觉得心惊胆跳吗？老实说，我到现在还没有练到障碍，因为练到障碍要训练时数几乎要大于250以上，我现在还没达到那个时数。但是未来下一个阶段就会做这个事。对。不过你去年参加台湾先生，怎么会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啊？老实说，是这一个协会来问我，他们第一届就问我了。可是第一届，老实说，那个时候我的工作比较忙碌，状态也不是那么好。那又过了1年，然后他们要做第2届的甄选了，他们又再问我一次。然后第2届的时候，我刚好把我的工作告一段落。我觉得好像这个状态的时期的我也还不错，我觉得我可以试看看。过程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amazing 的那个过程。老实说，打台湾赛的国内赛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选出大概5至10人嘛。那我就是前几名的那个，所以才可以代表台湾参加世界赛。但是这次只有你代表去吗？台湾的部分？对，每一个场次都只能够派1个台湾选手。是哦。我负责的场次叫 Man of the World 世界男人。那还有世界什么？还有一些环球啊、世界男模啊之类的，分那么多项目在比。因为老实说，选美这件事情在国外非常的盛行，因为它涉及了一个国家的观光发展，所以连政府都很大力推崇。因为我知道你为了这个还非常勤奋的在学英文。1年前的我真的是，你如果不敢开口，你现在叫我真是不敢开口。对，但是我现在知道说，我讲的再烂，我讲出关键的单字，对方也会帮我重新组装。对啊，就不要再去害怕讲英文这件事情。其实像你不只学英文，你舞蹈你也是很花时间去学习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就是整个过程，我学了英文是最花时间的。英文每天早上6点起床开始念英文，然后晚上睡前还有比念书的时候还努力。还有英文老师要视讯课程，但当然没有每天，但1个礼拜大约是2到3天。其他的时间我下班第一件事情要健身，每天一定要健身1个小时半。然后再抓紧空档时间练习舞蹈、练习唱歌，因为还有一个国家传统服装走秀，所以要练国家传统服装走位。好累哦，每一种的走位的展现方式都不太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泳装是活泼、魅力四射，那你可能就要好动一点。你连出场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是平的走，要很嗨这样子。对，你要稍微跳动一下，带动大家的气氛，然后拍手。那西装的就会比较沉稳，希望就是绅士，你光走就要走得很慢，然后你可能摆的动作也不能够太性感。OK， 就顶多玩你的戒指，玩你的纽扣之类的。很像在拍那个杂志封面照这样子，让摆一下，摆拍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，国家服装这个环节就是比较容易会有些
小小的争议，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表演性质的东西。对，我们可能像我这次穿的是官将手，我带着这套租来的衣服，然后出去，很可惜的是，如果我要再戴那个很大的头饰的话，我必须再多一个行李。就是成本，你就没带成，我就没带到，然后就私底下就有些人说这才不是官将手啊。好，现在听到原因了，就是因为有行李的限制。我们背后其实你们没有看到我现场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连包含画那个脸谱，我也来不及画，因为一到现场就要表演，所以我一到现场我就赶快穿好的衣服，请现场的化妆师，我给他这个照片，然后我有带好我的颜料，我说拜托你现在帮我画，因为我现在还要准备其他事情。所以我脸正在画，我底下这边就好忙哦，一穿完就上场了。所以你有团队跟你去吗？没有，他们那边请的人，会有3个彩妆师。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单枪匹马去国外参加比赛。我们的台湾主席在决赛前一天才飞过来，因为比赛长达10天，所以他在第9天的时候有来跟我。几乎快结束了才看到人，前面是靠自己，对，真的靠自己。哦，要是我会猝死就是。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有人帮忙，但是真的还好，因为老实说，我准备了整整1年了，所以也大概都会，甚至连化妆，我光是会化妆这件事情，让我每天省了2个小时的时间。突然因为要在短时间之内这个压力下，突然成长了非常多，被开发，例如跳舞吗？对，跳舞我突然会对拍了耶，就是你随便，他本来不会对拍，我不会，现在会对拍了。你突然给我个音乐，我就知道说大概是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就这样对。然后动作随便做，但是就是要帅。就以前没有那么认真去感受哦，这边好4个拍也换了一个节奏。对，现在会了，没关系，动作随便做，表情管理最重要。OK， 你就是最帅的。那在比赛过程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？很多肉可以看。对，我们每天都有很多走秀。但走秀，比如说泳装走秀嘛，那。因为我听过了，我们吃东西我们也都很省着吃啊，因为你那个线条还是要在。对。可是你在上场前一定要充血啊。哪里充血？身材充血。整个身体的充血。对。所以我们就会在还没上场前，大家疯狂都在后台一直做俯卧撑，一起做。全部的人都趴一排上面。对，这样子吗？对，而且还会有各个国家的小小的比拼。比如说要拼什么？仰卧起坐一上来，然后跟你对面那个人击掌，一上来跟你对面那个击掌，看谁先倒下。你们是参加什么健身夏令营是不是？那个画面真的是蛮好笑的，感觉到最后面就是在那边撑得很用力，然后你就干，我是台湾选手，我不能输，然后还是硬要跟他拍掌。我们这一节重点就是要看各种在那个选美舞台后面的画面，这一定很好看。你就会看到，毕竟你要代表国家嘛，就是该有的还是要有的。对啊，例如该有的胸肌要露，该有的二头要有，上半身胸肌啊，下面啊，那一包都要有。而且你知道有一个，我忘记是哪一国的选手很大包，是不是？他是等一下，奈及利亚哦，干那个真的是超可怕的，他还穿三角裤，他能够多大包？我很怕他掉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从哪里？因为我们是公发的那些泳裤嘛，所以真的就是你从侧边看，他已经那个东西鼓成那样子，包不住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好可怕。没有，因为很大的人，如果那个裤子很小，感觉会会被扭出一些形状，它就不是那么顺了。他已经把那个撑到变形了。好想看那个画面哦，但是那已经不是所谓色不色的事，就是单纯觉得是个奇观。对，你会好奇说，哇，原来可以这么大哎！我到现在闭上眼睛还想到那个画面。所以总共有多少选手去参加？原本34个，然后可能有些人有签证上的问题或者个人因素，最后剩28个。那个刚参加完选美回来，现在应该是你身材的巅峰状态，对不对？我选美前80公斤，现在如果今天早上量，应该是71.5。因为我长期的陆续的都一直看到他，所以我可以看到那个身材很明显的变化。就是为了比赛，他也不能喝酒，也不能干嘛，所以他真的很节制。对，我控制了4个月没喝酒了。那你有靠什么东西辅助你的这个身材照顾吗？必须要说，就是我们家的那个，我今天有带。我们第一个是那个青汁酵素，我喝了整整4、5个月了，都在喝这个帮助身体的照顾。对，我每天都喝1包，然后它一定要睡前喝。它的功效是什么啊？其实你可以想象，它就是青汁、大麦落叶，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很多纤维，对，补充膳食纤维。喝到你的身体之后，你身体有一些脏东西啊，你就把它想成一个根茎叶的那个茎，所以喝到身体里面，它那个茎就慢慢发出来，然后把你身体里面的一些脏东西、宿便啊抓住，
所以睡前喝，你抓小偷，他抓宿便。对，好，睡前喝，然后睡醒之后大量喝水，才可以顺利的把这个整个被抓住的东西整个再排出来，拖出来。所以它不是让你会落晒这种东西，它不会大量排泄，而是让你的排泄物更加的密实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一定要密实。我必须要说，一定要大量喝水。如果你不喝水的话，你就会更难排出来，因为你被抓住了。你没有润滑的东西，你出不来。对，就是我真的，我本来很想要歪楼接一些什么别的，但不能乱接。我真的喝的非常有心得，4、5个月，我从80降到71，但是当然我还是有靠饮控啊，加运动，一定要就是辅助品而已啊。对啊，我从来不会说谎，它就是辅助品。拜托，如果你想要瘦身，不是吃它你就会瘦的，那只是一环而已。因为其实要瘦身要运动，然后饮控，然后你的营养品的补给什么都是很重要的。真的。然后我还要说。就是我们每天行程真的太多了，然后我们大概1、2点才能睡，6点就要起床。啊，我们睡那么少，选手一天只能睡大概4、5个小时。然后这4、5个小时，我们的火一定会非常燥嘛。对，所以我其实也是非常容易长痘痘的，所以我就知道，这次我要出国比赛，所以我就是问一下我妹，她在经营电商嘛，我就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较适合。她推荐你什么？对，她要拿这个东西。虽然我没办法讲得太仔细，它这是鱼腥草、什么穿心莲、蒲公英、素食降火器，其实就是降火的。我比了整整10天比赛，我每天吞4颗，但是我正常不用吞到4颗啊，我只是很怕。因为你睡的真的太少啦。对，我是觉得1天1、2颗就够了，平常保养用。可是就是因为吃这个东西，我就是完全没有长痘痘，在比赛期间。你刚刚讲火气很大的时候，我本来以为他在聊色，就是他没办法灭欲火，他只能灭身体的火。对，就是吃它就够了，吃它就够了，很推。我真是歪楼大王哎。没错。但是我看到一个就是真的跟色比较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精氨酸。精氨酸我们其实前几集都有讲过。对啊。但是就是妹妹公司那边真的是越做越厉害，从一开始的500毫克到1000到2500。这一包是5000的精氨酸，浓度提升很多。对，就是10倍的浓度。但是当然很放心，售价绝对不会是10倍，售价顶多就是2.5倍之类的。但是效果多了10倍。对，很猛。这个东西，我自己也没有到每天，会有点太猛。太猛。我记得这个好像有凤梨的，对，凤梨口味。凤梨，我又会想到歪楼的，不要讲一些关键字，我会飘走。会甜甜的哦。来接什么话是不是都不对？比如说那我可以吃吃看吗？那最近有谁吃过什么都不对，但我还是列举出来。但是甜不甜我不晓得，可能要问某些人、某个人。好，我下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问他甜吗？我说小草最好问的。好，重点是，你看今天难得来，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你卖肉了。我超级放心这一题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丈量男神，我们要量的是就简单的胸围、腰围、二头肌大小跟大腿围。我们享受脱衣服的画面。你知道那个在舞台上啊，连脱衣服都必须慢，因为你脱衣服也是一个表演。那你慢慢脱，你对着镜头，前面有镜头要表演。你在脱之前，然后你就是慢慢的，你可能慢慢的先撩一下，然后先看一下评审，然后要一个谄媚的微笑，不是微笑，要可能偷眨一下眼睛。好，来我们 action 你就来了，5、4、3、2 action。我知道那个要在量乳连线，对不对？这是 CPR 吗？没有，量那个胸围要量乳连线的地方。对，你不是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胸围是多少。这个是37。你整个是我的 in body， 我每年来录一次就知道我。好，然后再来我们要量的是。对，他今天才量他腰围30，但是不是我量的，那这个可以站起来。我觉得我屁股比较好看，所以我想要用屁股面给各位。没有，你站过来的时候腹肌很好看，你再借我们看一下。你说侧身的画面吗？对。然后正面的腹肌。好，大家看到腹肌了，然后我要来量腰围，大家给我们看他的屁股。对，我要给你们看屁股。我都还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穿那
蓝色的内裤。我这次去国外的选手啊，他们都知道我是谁，然后他们都放那个我上次量屁股的那个影片，他们都说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你的屁股，靠腰啊。30腰，然后再转回正面。好，看一看，好看哦，可以坐下了。好，下一个要来量的是二头肌的大小。这个应该有缩小。来，嘿，毕竟瘦10公斤。对啊，一定有缩小。好的，来14寸。然后我们要量大腿，大腿有变瘦吗？有啊。我跪着帮所有人服务的时候，感觉都很奇怪。你是不是在更正面？哎，你看怎样？很奇怪吗？很奇怪。那别人量大腿也是量那个粗的中间，没有，我们是要量靠近胯下，因为我们单纯只是想要这个画面好看而已，好不好？这边有23，好的，可以坐下来了。好的，明年再看一下我的 InBody 多少。对，我们明年再来量身材。你今天有带这个来，刚忘了秀到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去年国内赛叫台湾先生嘛，所以我现在就确实是2024台湾先生选出来的。对，没错。那这怎么加冕？直接套上去？可是要站起来耶。哦，我就让你加冕。好，哦，直接这样披挂的。对，它就这样披挂啊。但是我必须说，这一条带子可能一般人感受不到它的力量，但是你出去披着国际赛的带子的时候，真的是神功护体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我今天是个工具人，很棒。那我尽量不把奶头遮住。对，台湾在这边没错。我必须要说这条带子厉害的地方是，当我们一下不管哪里，一下可能哪个地方观光景点啊，或者是一些反正是他们会带我们去类似夜市的地方或者机场，你只要披着这一条带子，他们国家的人都会知道哦，你是贵宾。对，你可能是某个国家的类似大使的角色，所以每个人看到你就会很开心跟你打招呼。懂，你就要到处拍照，嗨。对，你这条厉害就是你会变成真的大明星。所有的路人都会冲过来说：“可以跟你拍照吗？”很酷哎，很开心哈，很爽。好了，我没有要遮掩这些事情。对，他就是很爽、很开心、很骄傲，而且我们很有默契，是在他出国比赛之前，我们在酒吧遇到，就说：“我想要。”他开口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其实我本来就想要找你录一集。”有够巧，我们两个默契很好。我觉得这个题材很值得录啊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证明选美不只是选美。对，我们在舞台上，我刚刚讲的那些所有的走秀，舞台下要做的这些所谓的准备啊，英文准备啊，或者是你要怎么克服？拜托，舞台上底下有500-600人在看你，同时又是直播，全球直播，你要怎么克服那些事情？参加这个比赛让我学到最多的就是我克服了这些所谓的障碍，我克服了英文，克服了肢体的 posing， 对，还有那些不要去想太多，不要去设限太多，就是超越自己的极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是突破了极限之后，还有好几个 N 个超级极限，你还要再等着你去突破。那你今天还要参加吗？我期许，我还想再玩一次，我真的期许，对，很累但很好玩，对不对？超好玩，我真的你参加一次，你进步了这么多，你参加再一次，一定还可以看到自己还有多少东西可以进步。棒棒，给小草一个掌声。转播地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下次见。一起来选美，快来报名，2025到不对，6月15而已。截止了 ，sorry， 再隔1年吧。对，再一年。